各位关心台大未来还有台湾高教未来的同学们，大家好。未来其实有点等不及啊，所以我也不等圣林同学的介绍，就自己跳上来。我是未来大学的这个工头啊，大家都叫我工头。所以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介绍所谓的未来大学。那很多人都说台湾人其实习惯于处变不惊啊，就是我们通常希望能够以不变来应万变。不管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如果能够撑一下就是撑一下啊。那像现在因为疫情关系，世界在做很大的变化，我们因为有幸可以比较不受疫情的干扰，但是大家也忘不了持续的防疫也好，或者进步也好啊。那所以当班长跟我说，来弄个未来大学啊，我在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台湾要做改变，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虽然有点有时候会改变的，大概就是由很有想法、深谋硬的长官直接交办下来，那大家就去做啊。当然我们也看过很多利益蛮好的，但是后来执行就开始歪掉的一些政策啊。我今天没有要谈108课纲啊，所以当班长希望说我们这个讨论能够由下而上来推动啊，那我想说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但是本着动手做再说的创客精神，我们从去年年初开始就开始慢慢的积极的慢慢跟积极是相反啊。不过我们只能慢慢的，但是很积极的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想办法的办了非常办了很多场的未来大学的讨论论坛工作坊等等不同的形式的方式。结果我们这才发现说，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个渴望台湾有所改变、渴望台大有所改变的声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给我们很多的鼓励甚至一直来问我们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有什么可以尽上他们一份心力的一些人那我们这才发现说，原来台湾真的有这么多人在关心台大的未来、台湾的未来、台湾高教的未来那这个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那这些人呢，他们其实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学生有的是我们的行政同仁，有的是我们业界的伙伴，有的是我们的校友那这些人他们都没有什么样的私心那甚至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他们终于发现我们的不管是行政同仁也好，或者是校内的学生也好，听到了未来大学开始出现闪闪发光的眼神，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希望、有未来的事情。而经过了上海场的活动，还有上千人次的讨论之后如同刚刚班长所说的我们的使命就是希望能够为开创未来英文是 pioneering the future 而愿景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从学习者的自身开始首先提升自我实践的能力接着能够促进群体智慧的累积进而可以增进社会共同的意识。而未来大学的具体任务呢，我们认为希望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大学。这里的开放呢，我们指的是我们希望学习可以打破在学习上的各种限制，包含了时间上的、空间上的，甚至是制度上的、体制上的、想法上的一些限制而这里的学习者呢，也不单单指的是在学的学生不是18到22岁的这一段的大学学生，或者是更小的中小学生，而是在校园当中，所有的人都应该是一个学习者，包含了学生，包含了老师，包含了校长因为现在是班长，所以我们可以说校长也得学习甚至还包含了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行政同仁都应该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学习者，大家应该要不断的来学习以面对未来无知的挑战，大家共同建立起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大学。
啊。那如同我们常常说，给人一条鱼，不如教他怎么钓鱼啊。为什么我们常讲这一件事呢？因为鱼你吃完了，它就可以自己去钓啊。那但是呢，在世事多变的今天，我们也得想象说，万一河里头、海里头，它的鱼已经钓不到了，那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也许应该是要除了也许教他钓鱼之外，更重要的是教他学会如何钓鱼这件事啊。那我自己念大学念的科系是资讯工程系啊，那资讯大家都很羡慕说，哇，这个是现在当红的科系啊，这个未来这个前途一片光明又灿烂。可是大家也要知道，我们大学4年所念的东西呢，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刻，完全就立刻变成了历史那我这个回台大教书，每2年、每3年，甚至每1年就得要更换一次教材啊。那所以这个所以好像并不是大家这么的羡慕啊。好，那所以这个我们未来大学的这个，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我们谈到学习者为中心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概念大概有3个啊，第一个是呢，我们希望将学习的主导权还给学习者本身强调这个所谓的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第二个呢，是我们希望学习呢可以回到所谓学习的初心学习很单纯，我们就只是为了要求知求解我们就是要挑战极限那第3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学习的重点是学会学习的这件事情。在我们很多次的讨论当中，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实践自我这样的回圈我们用这个来收集大家对于学习上的不管是想法也好，或者是困惑也好，或者阻碍也好。那我们认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自己那需要先有一个自觉有了认识自己之后然后你接受到一些外界的启发，不管是修了课也好，做了一些实践也好，那么你就会开始有了一些动能，可以去做一些行动。那借由理清了目标之后呢，再借由一些养成的这个能力的养成，那么持续的实践那最后呢有时间我们进入一个反思，那就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那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实践自我的回圈，大家就在这样子的回圈当中学习跟成长那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正向过程呢很容易受到一些的阻碍例如说在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谈到的问题通常是大家都很习惯被动缺乏了学习的动机大家习惯被动的接受而在校内的学习呢，常常也会因为必修跟毕业的学分过多，或者是科系的这个课程限制，而减少一些受到外在启发的这个机会那这个在厘清目标的时候，也会常常因为这个大家说的学员落差也好，不知为何而学也好，这样子的应用机会不多，而让我们的厘清目标变得非常的模糊那么其他的诸如像说是学习方式的选择少，或是成效呈现的单一化这些大概都是老生常谈，大家都常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好，那所以呢，回到所谓的未来大学如何建立这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大学呢？我们认为这个它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尽量的鼓励探索体验、跨域共学，给予更多的自主的机会，但是我们需要给他一些引导那整个的体制希望它是一个开放跟信任的。那所以在归纳很多次的讨论之后呢，这个我们归纳我们收敛了几个方案跟想法那这边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希望这些方案跟想法呢，能够打破一些在现在大学我们遇到的一些阻碍那包含了像说主必修的边界例如毕业跟在校生的界限例如教师跟产学的疆界这样的东西，那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理想的学习的环境跟样貌。那首先我们谈的是探索体验那在探索体验方面呢，我们谈了很多的方案，包含了像说
产业学院探究式学习、流浪学习等等啊。那探究式学习呢，这个已经在教务处的规划当中啊，待会儿教务长不是我们负责教务的学长啊，简称教务长，会跟大家做些介绍啊。那我这边呢，先就流浪学习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很多人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总会有希望有一些会觉得好像有些时间需要稍微放空一下，稍微沉淀一下啊。那很多当过兵的人大概也都会同意说，当兵的时候反而是你可以好好的思考人生的未来的下一个那个转捩点啊。那这个如果这个同学们有在追班长的东影日记啊，那大概也知道，我们的班长同学呢，在东影的时候这个望着大海，然后跟远方的长发女孩，现在是老太婆这个可以讲对，不好意思，这个书信往返啊，那这是他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与喷洗手的转捩点。那所以大家或许知道，在大学教授呢，我们大概每隔7年有1年的所谓的 sabbatical 这样的一个制度啊，虽然不见得大家都能够修得到啊。那就是希望说在这个繁忙的研究跟教学生活当中，可以有一段时间重新 refresh 一下，然后重新的去思考新的研究的课题。那所以我们的学生是不是也有机会呢？可以在求学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类似像 gap year 这样的想法我们不见得是 gap 1 year， 也许它就是一个 gap 1 month， 也可以是甚至就是一个 gap 1 week 那让他可以有机会呢，这个好好的去沉淀一下他所学的一些东西而非一直囫囵吞枣把他是塞满满，然后不知道为何而学，然后就只把它吞下去而已。那刚刚谈到的这个校友学习呢，其实是跨越共学这边我们所谈到的。好，那我们称它为校友保护计划那所谓校友保护，就是说很多人在进入职场当中会想要在返校多做学习也许呢我们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呢，是不是我们可以赠送每位校友这个20学分或30学分的免费学分终身有效，让他们可以随时回来学校充电学习甚至我们可以考虑这个发放所谓的校友3倍券那他可以这个回来这个折抵他这个所需要的学分费那这样所带来的好处呢，可能有3个对校友本身来说，他可以获得一个随时回来充电的一个机会不管是他毕业了多久，他大概都可以回来获取更新的知识那对学校而言，我们也可以增进对校友的连结跟照顾那更重要的是对年轻的在校生来说我们18到22岁的在校生来说，从自己的课堂上，除了同年龄的学生之外，可能会有比你大3岁、大5岁、大10岁，甚至大20岁的同学一起学习一起来面对一个专案问题来做讨论我想这个可能跟平常在职场上跟这个同事的讨论，或者是同年龄的学生的讨论来相比，可能有更多的刺激可能更多的成长那在自主引导方面呢，我们谈了很多包含了领域专长混成学习，这个也在教务处当中的规划当中那我这边就空白学生的这件事情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所谓的空白学生指的精神呢，指的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主动学习的学习者可以自主的去拼组一些领域专长，可以让他规划他自己的所谓的主必修的课程所以如同刚刚班长所说的，我们的大学的设计呢，其实一开始目前的设计是比较像是工业时代下的设计，所以我们很多的那工业时代我们其实要训练就是一批量产型的
我们说是工人其实这个我们的也好，或者是说一批一批的产品看起来都一模一样的产品。那但是大学或许更重要的是要重视的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可以让个人发挥更多的能力那所以呢除了我们现在传统型的这个以教学者为中心的这样子的课程设计，或者是由上而下的学系课程、学位学系学位学程这样的规划之外，是不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让一些有想法的这个学习者，我们可以自行的拼组一些领域模组的领域专长的这个模组那制定他的主必修的课程，甚至是他的学位等等那在开放信任方面那在我们很多次的讨论当中，大家都提到说，我们其实是一个以不开放跟不信任想法在设计整个教学体制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所以呢老师常常不信任学生会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就会常常要点名或者来个突击小考让因为我们不相信学生会想要念书，那我们的学校呢也不见得信任老师会好好的教学，所以就弄了一堆的评鉴希望这个老师们要好好的要做他的事情那我们的教育部其实也不太相信我们的大学会好好的办学所以就会弄一些很形式主义的 KPI 来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那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让整个的教学环境，我们整个大学环境可以更加的开放、信任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做实验性质的教育沙盒，可以在校园里头出现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新形态的教育学的方式的尝试来翻转整个的教育的体制最后我们谈到的是所谓的学历证书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重视的是学历力量的力的这件事情而不是一张毕业证书以一个单一化的指标一个毕业或者是一个 GPA 来框限我们的这个来定义我们的学生那最后我今天站在这边，其实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整个参与过未来大学讨论的每一个声音那这个呢是汇集大家众人的智慧那其实我这2年下来当这个所谓未来的工头，其实我是每一次的活动都非常的感动跟感激那所以也谢谢在场的各位见证人参与我们的未来大学的活动跟给予我们更多的鼓励跟建议那最后呢，我们希望这个所谓的未来大学呢，希望说我们可以为台湾、为世界培养出能够开创未来的台大人那接着我们请负责教务的学长，然后我们说明这个未来大学在台大的。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也要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哦。另外，我们还有 IG 与 FB 粉丝团，欢迎来追踪与按赞。